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窩連 Magazine。今日2025年嘅7月8號啊，咁呢條係第一條片嚟嘅。咁今集咧想特別講一講咧鋪王爆煲嘅情況啦。咁啊，其實咧鄧成波咧啱啱咧有媒體啦，信報咧就話講佢書爆廠咁樣，直情咧就亦都數咗佢有3大致命傷。咁我睇過個文章啦，其實係咪真係呢3大致命傷咧？咁啊，我有啲睇法，有啲同大家咧亦都係會有啲討論嘅。咁啊，另外一邊廂咧，佢亦都跟手咧做咗一個 video 喎。咁呢個 video 咧就訪問咗施永青喎。咁啊，又有啲剪輯啊，講緊啲 TVB 嗰啲啦。咁啊，有爆料啊，施永青話佢好似吸鴉片咁啊，仲有咧就講緊咧97冇吸取個教訓喎。咁啊，講咗啲細節啦。咁啊，其實咧關唔關事咧97？咁啊，其實我又即係睇法又有少少唔同啊。咁啊咧，我想講個真正咧佢爆煲嗰個真相，嗰個真正原因，最大鑊係咩咧？其實佢哋唔係淨係講緊佢哋啊，佢哋只係咧代表咗一眾鋪王啊。成件事就算咧做足晒信報冇講緊嗰啲，同埋施永青講緊嗰啲，係咪都係一樣會繼續爆煲落去咧？咁其實嗰個本質上97同埋咧依家係有咩唔同咧？或者係97到03同埋依家呢幾年呢5年個本質上有咩唔同咧？係咪依家大鑊好多啊？係咪一定爆硬冇翻身呢？去片喺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！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。行有餘力嘅話咧，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。另外咧，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，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，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。多謝大家。今日我會引述嘅咧就係呢篇啦信報嘅文章，同埋咧佢個即係 YouTube video 啦。咁啊都有訪問施永青啊，揾翻啲佢哋嗰啲集合咗啲舊訪問啦。咁啊即係都係其實互相對照。咁啊想講翻我即係個諗法啦。嗱咁講翻啦，引述翻信報話說咧，就日前啦，已故嘅鄧成波咧個遺族啊，因為拖欠咧物業按揭公司愛華信貸。咁啊，直情咧就俾愛華咧入稟咗高院啦。咁啊，申請咗破產。咁啊，答辯咧就係話佢兩個仔咧就係講緊係鄧耀文同埋鄧耀升啦。咁啊，案件咧排喺9月30號開審啊。咁啊，呢個家族咧曾經被譽為係一鋪養3代，依家咧第2代就舐晒嘢。咁啊，信報形容咧書爆廠啦。咁啊，佢就即係分析咗3個押錯注嘅原因，3大致命傷啦。咁啊，仲有咧，即係仲有啲咩啟示咧？咁樣，我亦都係會同大家評論下，到底係咪真係呢3大致命傷咧？其實咧，就算呢3大係咪做啱晒就冇事咧？咁樣係嘛？好啦，話說回來啦，鄧成波呢個鋪王咧，其實係一個傳奇人物，大家都知啦。咁啊，信報又即係略略啦，我都略略講下啦，好快咁講下啦，簡短啦。其實佢係電燈學徒做起嘅，19歲咧就轉行做呢霓虹燈嘅學徒啊。咁啊，霓虹燈咧都冇啦，係嘛？好彩佢就係炒鋪，咁啊亦都好彩或者唔好彩啦，係嘛？如果唔係今天仲係做緊霓虹燈師傅都冇得做噶啦。嗱，70年代咧，其實香港經濟起飛，到處都霓虹燈，政府啊發展新市鎮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咁啊佢即係揾到錢啦，當時係嘛？嗰個時代做霓虹燈，咁啊開始咧佢就玩炒樓花啦。咁啊70年代你記得之前啊，即係話即係霍英東係嘛，搞即係樓花嗰個出嚟啊，四叔嗰啲又推廣出嚟啦，分層啊等等啦。咁啊佢咧就因為咁咧揾到第一桶金啦。咁啊早期發跡啦。80年代咧就創立成功車行啊，大家記唔記得成功車啊？喺旺角咧火車站嗰度咧好大個，老老土土咁啊，有幅畫咁樣喺個牆嗰度咁樣嘅啦，一座大廈。咁啊90年代咧晉身地產市場啊，咁啊專攻咧炒賣鋪位同埋咧整合呢啲商鋪出租噶。咁啊其實咧90年代梗係啦起飛嘛香港，其實咧70年代80年代唔使叻人，你肯炒鋪，你夠膽搏，都即係邊個都贏啊，係嘛？咁啊賺到盆滿缽滿啦，咁啊獲得咧鋪王嘅美譽。當然啦，有膽識啦，可以咁講係嘛？同埋咧。你有第一桶金啊！你做霓虹師傅嗰個年代幾好揾係嘛？咁有啲人就買樓啦，有啲人炒，有啲人咧就儲埋，有啲人就使晒佢係嘛？咁啊，即係都係佢嘅能力嚟嘅。1997年咧金融風暴啦，原來咧佢一度啊負債幾十億㗎，差啲破產添㗎。咁啊，但係咧去到2003年之後咧，
咁內地自由行咧嗰個政策帶動嘅復甦啦，商鋪嘅租金急升啦。咁鄧成波咧當時翻身咗。東山再起啦。2010年咧，政府推呢個活化工廈計劃咧，咁佢係將咧葵涌嘅成功中心咧就改造成為酒店啦。仲要以7億賣出，成功咗啦嚟改建係嘛？財富嘅暴增，去到2021年咧，當時咧佢身家都有368億嘅身家㗎，排名喺福布斯講緊係19位添，風頭其實一時無兩嘅喎。點解咧話鄧氏咧輸爆廠啊？跟住信報咧就數佢咧3大致命傷啦。第一咧簡單啲講啦嚇，縮短去講，佢咧壓錯咗樓市復甦嘅賭注。佢話咧過去幾十年咧香港地產市場咧長期增長，資金氾濫，利率低，同埋咧內需，造就咗咧買鋪等賺咁嘅神話啦。鄧成波個仔咧鄧耀升嘅綽號波仔啦，接手家族生意之後咧，繼續信奉老豆嘅呢個持鋪致富呢種邏輯啊。成立咗呢個叫做星域集團啦，唔單止買鋪啊，仲大舉咧投資全棟嘅商廈、酒店啊、地皮啊，甚至乎咧發展住宅項目添。哇！都係咧第二代咧，就唔好搞咁多嘢仲好喎，即係唔好話喂好大興土木啊，或者係即係好有諗法啊，做好多嘢啊，反為仲衰嚇。例如咧屯門嘅清進啦。點知咧後面嘅環境大變啊，實體經濟式微啊，唔係式微啊，大崩堤啊！我想話利率急升，內地嘅豪客消失啦，因為咧大陸咧都差啊嘛，大陸都好慘啊，係嘛？但係咧點都好啊，其實依家香港嘅樓市都係3成大陸客喎。呢啲咧結構性嘅改變咧，變咗咧買鋪等賺嘅模式咧完全失靈啦。鄧耀升咧等唔到樓市嘅呢個復甦，結果咧個家族物業大幅蝕讓啊，淺水灣嘅自住豪宅咧都淪為銀主盤啊，慘不忍睹添㗎。第一個壓錯樓市冇得好講嘅，任何人你掂到物業其實唔關事，所有嘢你喺香港真係掂到大部分嘅嘢都係瀨嘢㗎。第二個致命傷就係咧鄧氏雖然咧建立100億王國，但係咧依然用炒家思維去營運啊，缺乏咧企業化嘅管理啦。佢話2021年咧家族旗下咧房產項目講緊有200項添，總值700億添㗎。業務涵蓋酒店、餐飲、金融、安老服務、零售，嗰個版圖之龐大咧，基本上咧業務咧涵蓋酒店啦、餐飲啦、金融服務業啦、安老服務、零售，哇，版圖都好龐大喎。但係咧呢啲全靠咧佢30幾歲嘅仔鄧耀升一手打理啊。鄧耀升咧即係身邊都有一班人嘅，嗰班人咧其實都幫唔到手，我覺得我諗唔知佢哋走晒未咧呢班。佢同佢老豆咧就同住，餐台上咧就傾生意。波叔點頭咧就入貨，典型咧傳統華人家庭嘅作風。波叔咧就重情，有時憑感覺咧做交易。其實好多老闆都係咁嘅，包括我之前拍咗一集 Speed 咧嗰個，同埋盈利員都係㗎，即係租鋪咧憑一個感覺咁樣嘅，好少睇嗰啲咩 report 啊、catchment report 啊等等嗰啲。甚至乎咧因為心軟要幫代理開單作出咧唔必要嘅交易。呢啲咧感性嘅決定咧，有時真係咧一個致命嘅錯誤嚟㗎。鄧耀升咧雖然有副任但係咧佢就唔滿足於咧守住磚頭啦。呢啲時候咧禍患嘅開始。其實喺第二代咧搞呢樣搞嗰樣咧，冇乜咩即係成功嘅一啲例子，好難。即係你話比較好啲，真係咧，我諗李嘉誠，李嘉誠教仔都，你有冇睇過佢啲特輯自傳嗰啲啊？即係枕住都要星期一係嘛，要食飯啊，好多嘢講㗎喎，佢都係咪阿細仔唔知係咪聽唔聽佢講定係點樣啦？自己搞係嘛？喺李澤鉅佢都好多嘢同佢講㗎喎，即係都教仔 mon 到實一實，教生意啊各樣嘢啦。李兆基嗰個啦，我諗嗰啲叫做咧穩穩陣陣、踏踏實實，唔好咁多諗頭、咁多諗法咧，反為咧就守業啊，係嘛？你見到依家嗰啲咧越搞得多嘢越死啊！關唔關事咧？係嘛？後面再講啦。佢話咧就即係
鄧耀升咧就選擇咧更加進取嘅創業路啊。咁啊，短短咧5、6年間咧，咁啊星域集團啊變咗經營14間酒店啊，3000間房。咁啊呢種咧激進擴張嘅手法咧，就導致咧嗰個負債暴增喎。咁啊當時咧波叔啦80幾歲咧要出嚟咧出山幫仔撲水啊，咪碌人情卡啊，擔保人啊做。咁啊可惜咧市況逆轉啦，銀行咧都唔會個個救啊。咁啊大客都冇面俾，直接咧就 call 窿，令到家族咧陷入更大危機。嗱，佢依家呢度咧就似乎篇文章信報咧就講係阿星仔啦，阿鄧耀升咧就搞到咁樣嘅。但係咧後面訪問施永青咧就逆轉咗喎，嗰個又係另一個角度喎，係嘛？各司其職啦，兩個都係一齊咧走向呢個終局㗎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就算做啱咧都冇用。頭先第二樣咧，佢管理嗰個咧，佢仲係用一個炒家思維啊，即係嗰種炒鋪啊，嗰種做法啊，30幾歲仔啦，佢冇導入嗰啲叫做企業嗰種嘅諗法，係嘛？即係用直覺去做啊，冇即係啲系統嗰啲咧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信報應該係咁樣去話佢啦。好啦，第三個致命傷咧就係咧，家族咧其實錯過咗喺疫情早期重組嘅機會。嗱，其實一去到疫情咧之後咧，其實佢哋即係已經爭錢啊嘛，係嘛？咁啊買一件頂一件咁樣嘅局面啊，即係你見到佢一路賣啊一路賣啊，嗰種叫做陰乾式咁樣賣啊。咁啊，即係信報係認為佢應該係咧就即係好啲嘅 planning 咧，做一個重組債務嗰種重組。喺疫情初期咧，佢同老豆咧就一齊咧就商討沽嗰啲非核心物業。咁啊，例如咧啲鋪位同二線物業。保留咧全棟嘅商廈同酒店咁啊，所謂嘅優質貨啦，咁啊希望咧去槓桿保住核心物業。嗱，其實咧你話信報話佢做錯呢個係咪真係做錯咧？講真，買非核心業務保住啲核心嘅，其實嗱正路嚟計嗱，我哋唔可以話用今天我開咗牌睇完之後，我知道個勢係點而去評啦，係咪？嗱，正路啊啱㗎喎。你核心嘅係收租啊嘛，你非核心嘅賣咗去，然之後保住核心，繼續有翻個現金流啊嘛。嗱，但係咧真係估唔到啦，呢啲優質貨咧反為成為佢嘅致命傷，因為咧近年個市場低迷啊，你想賣啊都揾唔到買家去買啊。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即係馬後炮嚟講啊，鬼唔知一早啊買晒佢咩？其實有啲嘢都唔係馬後炮噶啦，馬前炮噶啦。有啲嘢一早知已經其實好多人走咗甩噶啦嚇。嗱咁啊，近月咧家族多個物業啦，陸續咧一路俾銀行接管啦，都唔係近月噶啦，由舊年開始一路啦。咁啊，例如咧屯門都唔係舊年啊，前年我哋見到都好似開始有，不過越嚟越密噶嘛。嗱，屯門嘅呢個叫粵品酒店啦，荃灣嘅海濱廣場啦，葵涌嘅粵品酒店啦，估值係13億嘅，咁啊仲喺招標放售當中，未成功賣到出去噶。你講緊估值13億，你真係賣出去，你一定冇13億，我都呢個都幾肯定嘅嚇，應該有即係劈好多落嚟先放得到出去嘅。嗱，因為咧咁就係冇早期啊重組方案，咁啊變咗一件一件咁賣咧，咁樣還債咧，其實咧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啊，最終咧走到破產邊緣，同埋咧依家賣到依家呢個時候嘅香港依家咁嘅情況，你要明喎，佢啲鋪啊嗰啲咧。其實咧就同啲零售有關，啲零售依家咁樣嘅情況咧，其實你點翻身啫？你更加難做噶係嘛？信報啊，就同新世界比啦，即係話夠新世界唔夠佢啦，又唔夠大啊，諸如此類。咁我覺得呢度重簡啊，唔提啦，因為同呢個分析咧，我覺得多餘嘅加落去嚇，即係唔關事，我覺得。咁好啦，嗱跟住咧。就啱啱就信報咧就訪問施永青啦，咁啊亦都剪輯咗 TVB 一啲訪問啦，佢哋舊片啦，咁啊嗰度就重簡啦，咁啊想反為講翻咧即係省略晒成條片，淨係講施永青咧，佢就即係有咁講啦，佢就話咧鄧成波喺97金融風暴嘅時候咧就負債，頭先講緊10幾億，差啲破產，佢就覺得咧當時咧就已經佢咧爆料喎，佢當時咧已經係提醒咗鄧成波喎，咁啊叫佢喂大佬唔好買咁多物業，仲話倒自己米添啊，等於係真係叫佢唔好買啦，勸佢。但係咧鄧成波好似着咗迷咁樣啊，佢咧就形容咧好似即係吸鴉片咁，即係投資物業，佢話會上癮噶。佢話咧喂，原來咧阿波叔咧話 sell 翻阿施永青轉頭啊，喂你同我嚟睇，真係好正噶。
好抵㗎呢件嘢，諸如此類啦。咁啊，跟住係咁買係咁買啦。咁啊，施永青咧喺呢個時候又講下人話喎，佢話咧，即係呢樣嘢買鋪啊，呢啲咧買樓咧，即係以前啊嗰個年代係咁升市嘅，阿豬阿狗都升啦，個個走去買都贏啦，但係咧個個當自己係樓神啊，即係樓神啊，個個只係以為自己好勁啊咁樣啦。咁啊，佢即係當然啦，即係重簡啦，又係施永青就話咧，佢97年點解捱得過呢個金融風暴，但係咧佢似乎冇吸取教訓，繼續咧進取投資。施永青話咧，咁啊投資要計數，市場咧就見底。租金咧復甦入市，咁啊先至有錢賺，咁啊唔係盲目跟風嘅。佢仲提到咧97年之後嘅個叫復甦啦，令到咧鄧成波有一種咧好似買乜都中嘅感覺。但係咧其實佢話今次嘅市場唔同啦。簡單嚟講咧，佢哋即係呢個97呢次事件嘅翻身嘅 learning 個遭遇，冇幫到呢個家族啊，即係去到依家呢個情況啊，玩完啦。唔係記得之前施永青有訪問話有啲佣金都未收到，我唔知係咪講緊佢啦嚇。嗱不過咧，即係我講關唔關97有冇受到教訓咧？其實我就咁講，即係其實咧97嗰個風波，其實同今日呢個本質基本上就完全就唔同嘅。嗱97嚟計咧，當時係金融風暴啊嘛，係咪亞洲金融海嘯？咁啊當時其實香港嗰啲結構咧。樣樣嘢咧，個個行業都冇問題嘅喎，咁啊一路跌落去啦，咁又遇上沙士啦。嗱，佢嗰個金融風暴同沙士咧，佢又距離咗幾年㗎，咁啊一路跌落嚟。咁啊依家咧就係講緊咧2019係嘛，跟住同嗰個疫情，其實咧佢就接連住嘅喎，即係比較近啲。跟住咧疫情之後咧就遇上中國嗰個經濟嘅大問題啦。咁香港咧嗰啲支柱咧一件件咁樣冇咗，你由嗰啲外貿啊、貿易啊、船務啊嗰啲咧、零售啊、酒店啊，全部咧一齊崩堤啊！同埋咧，你今次你見到咧嗱，即係當年我記得03咧冇咁多啲有錢佬出事嘅，即係都係啲人買樓啦。咁以前槓桿高啊嘛，買樓嗰啲好多都出事。但係咧，啲有錢佬嗰啲咧冇事喎。今次咧好多有錢佬喎，係唔同層級喎，好有錢嗰啲都出事喎。咁你睇下嗰個情況唔同喎，同埋咧03嗰種復甦係因為咧中國入世貿啊嘛。咁入世貿，咁中國又向上係咁升，自由行就放過嚟香港啦。咁成件事根本係一個歷史嘅偶然性。咁啊，其實根本佢嗰陣時輸10幾億。其實如果嗰陣時係冇呢個咁嘅扭轉，冇嗰個中國入世開自由行，如果冇呢個過程，其實佢嗰陣時已經爆咗煲噶啦。根本唔係佢自己渡過個難關，係好被動地個市場。喂，真係嗱，有時你話三衰六旺，咪又九運又成，真係行運咯，行運啊真係。咁你咪上咯，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咯。喂，佢依家你話。其實你話就算喂佢97吸取咗教訓又點啊？除非你退晒市啫。咁你話鄧耀升好啦，冇企業管理經驗，或者係用炒家思維去管理咁多企業，我當鄧耀升好叻仔啦，好叻仔好冇？其實你依家睇下，依家執笠啲公司其實好多大集團嘅，好多咧玩咗好耐嘅咯。你見到酒樓一個一個，啱啱又執多一間名都啦。啱啱上一集我先講嗰啲酒樓末路啊，啲酒樓末路末日末路啊，末路似啲嘅。咁你話即係佢搞嗰啲咁有經驗嗰啲喺嗰個行，包括嗰啲咩 King Pirate 係嘛，嗰啲都玩餐廳玩到好極致好盡啦，都執啦，各行各業啦。你睇下咁嘅情況，酒店嗰啲係嘛？咁你話佢就算佢係有企業管理經驗，就算係一個正正常常，我唔好話佢特別叻仔，你起碼唔好話佢渣，唔好話係當炒家，正正常常溫。其實咧，依家香港呢個市咧一樣衰噶。咁啊，佢97冇乜經驗學教訓可以吸取，除非完全退市。如果唔係，其實都係走向呢個局面噶。因為根本上香港
係面臨一個咩啊？結構性轉變嗰個，我成日講咗好多集，就係融入大灣區嘅本質就係其實根本就係同大灣區競爭啊嘛。呢種競爭咧係全方位嘅，生意上嘅競爭唔單止你同人上嘅競爭，你成日話啲人北上消費，其實人哋打到嚟咯。你睇下 Kita 啊，你睇下好多餐飲嚟咗啊，等等係嘛？你睇下嗰啲零售京東啊嗰扎咧，其實係全方位地落嚟嘅。點解網購嗰啲咧？全方位個京東嗰啲，你估佢唔網購？淘寶嗰啲係嘛？淘寶嗰啲，你話佢開店去開一間啫嘛，體驗店啊嘛，最後咪谷啲人上去咯。其實仲要大陸嗰種內卷式競爭，同埋佢嘅 bargaining power，去做低晒你香港其他零售嘅時候，咁佢一處獨大嘅時候，佢同你業主，你估佢會俾你係咁加租咩？到時邊個鏈住邊個？結構性轉變，香港嘅本質係同大陸嘅競爭，人才都競爭噶，做嘢嘅都競爭噶。係嘛？戲院依家俾大陸公司收晒啦。佢而家請人請個 finance 喺深圳請，唔係喺香港請。人工你都會崩噶。咁如果你啲業主，如果大陸加網購加頭先我講嗰扎嘢，甚至乎佢嗰種競爭係同你競爭啲公司要喺上面，啲零售都可以喺上面。你嗰啲鋪租各樣嘢又平，人工又平。咁啲人如果上去做生意，當然係咪咁易呢？都唔易啊！因為連啲生意佢係競爭之中嘅競爭嘛。你從佢上去內卷式競爭，咁啲鋪點可能租到咁貴嘅價錢呢？嗱，你加上啲旺角啊、尖沙咀嗰啲呢，鋪租跌5成至7成。啱啱有個新聞出咗嚟，好似一個應該係測量師行定係乜嘢？咁樣嘅情況底下，其實呢，佢必然走向一個呢敗亡嘅局面。好似03嗰陣時咧，有好多 headquarter 喺香港嘅，冇咁多間公司外資咧撤資嘅，冇咁多 headquarter 搬去新加坡嘅，所以當時嗰個情況同今天咧係好唔同噶。信報話佢咩3個致命傷押錯住啊成啊，你講押住押錯喺香港住咯，係嘛？即係你好似譬如李嘉誠啊，出去買外邊啲嘢咁樣啊，即係咁樣咯。香港或者你大陸，其實大陸你生意多嗰啲咧，仲衰得兩錢重。不過我哋講香港比較多啲。咁你話施永青佢有冇學習 learning 啊？邊度有學啊？今次係唔同嘅情況，97同今次完全唔同。你學咗97，你咪知。其實咧調翻轉咧，有時97嘅 learning 咧喺今天啊，可能害死啲人嘅。啲人覺得97跌落去又會上翻。嗱，記住啊，不過都係有一樣嘢，今日只係跌咗3成幾，當然啦，商業嗰啲跌6成7成都有嘅。咁啊97咧都係嘅，兩樣都跌6成7成。但係今日咧住宅係跌咗3成嘅。咁同埋咧今日嗰種結構性崩堤咧，係咪未跌完呢？定係會回升呢？嗱，成日都話冇水晶球，政策市真係唔知。但係我就咁睇牌面，其實啲炒家好難翻身。坦白講，你嗰啲公司點會嚟翻香港呢？嗰啲公司其實大陸嗰啲地產商、寫字樓都爭嗰啲公司嘅，平啲租咁樣。咁所以呢，嗱，今次呢好明顯噶啦，所以係範式轉移，根本今次冇得過關。其實鄧成波嘅情況呢，佢只不過係其中一個例子啫。咁啊，亦都揭示咗咧，其他你睇到咁多個炒家咧，其實一齊咧冇翻身嘅情況啦。嗱，今集內容差唔多啦，大家有咩睇法咧？不妨喺下低留言啦。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，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，share 埋俾朋友，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！可以嘅話，join埋我 Patreon啦。多謝收看，拜拜。